点都不顺利。我那时候就是去那个兽医的时候，我就把一张纸印给兽医，我觉得语言真的还是一个隔阂。他看完之后就一直说不需要填写那个东西，他办过很多。结果我们今天来到机场就发现完全不行，因为他那个信来了之后，他就会跟你讲一些很可怕的话，跟你讲说，你那个资讯要完全跟这份输入证明一模一样哦，什么巴拉巴拉，不然你的狗就会被扑杀哦。因为这个呢，就有点像是狗狗出入境的证明跟护照。如果呢，你短期之内你还要带你的狗狗出国的话呢，动植物的检疫所它会要求你出示这个。去荷兰的时候就很顺利，那医生就又帅又会填文件。可是，在韩国的时候，他就不会填这个文件。其实这个上面的文字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填，然后你只需要兽医帮你签名。所以，如果你的兽医不会填的话，你可以很贴心的把它填好。那我就跟大家说，怎么手把手的填这个单字。最重要的资讯们要来了，叫做 Import Permit Number。大家有没有看到？你找遍所有东西，它就在这个附件1的上面啊，在这里。可是呢，后来它就会。就是台湾的，就是动植物检疫所就会刁难你，讲说，这个上面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能写，那你可能要重跑文件，所以呢，你就不用 get 稿。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嗨，大家好，我是蕾雅。自从你们看完上集我带总监出国要办的文件，现在是下集，就是回国你所需要的文件。这也是我在韩国就是受尽了苦楚，然后我这次要全部公开分享给大家。首先呢，你回国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台湾办好输出之后呢，我们的那个农业部植物防疫检疫署，它就会寄给你2份文件。那which就是这一份呢是叫做输入证明，代表你要从韩国把狗输入到台湾。那它会给你一个这个就是到时候你回台湾海关它要看的一个证明书。再来呢，它就是会寄给你一个空白的范本，然后告诉你说这就是台湾可以接受从国外要输出回来的文件。那which呢，你就要把这份文件印出来。然后呢，也把这张空白的纸印出来之后带去给你的兽医写。因为呢，当时呢，我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份文件要怎么写，因为他那个信来了之后，他就会跟你讲一些很可怕的话，跟你讲说，你那个资讯要完全跟这份输入证明一模一样哦，什么巴拉巴拉，不然你的狗就会被扑杀哦。但是呢，我 reading 完整个之后，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你只需要知道你的第3张纸，因为呢，这上面的所有资讯你都可以在这第3张纸，就是附件1找到。那这上面呢会有种类、性别、出生日期、晶片号码，还有狂犬病预防注射日期，还有抗体裁剪的裁剪日期。那这一张纸你收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完整的填写这个。那如何完整的填写这个呢？特别要注意的是，你的兽医要帮你填写的，最好就是他整张帮你填写。可是呢，像我的兽医呢，就是那个时候在韩国找了一个兽医，也是别人推荐的。可是 which 其实他英文没有很好，所以他也没有填写过这个单子。所以在这个单子的上半段呢，是我自己填写的。那可是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clinical examination 这一块，你一定要给你的兽医去填写。那填写完之后呢，下面这一块你的兽医千万不要填哦，因为你就是要保留给那个政府官员，韩国动物植物检疫署的政府官员来填写这一块。然后再来就是呢，你需要在韩国的时候带你的狗去看个兽医，他会给你一个兽医的健康证明，证明他在这边是健康的。那可是要注意的是，因为第一次我兽医给我的时候呢，他把总监在台湾打的针都写上去了，可是which是不需要，除非你有在韩国帮你的狗打针，不然这个兽医这一栏是要空白的，他只要把你的狗种什么写好，然后证明它是健康的，盖上他的章就 OK。在你要去韩国的那个动植物的检疫所之前呢，你就需要准备好这3份文件，因为到时候呢，你到了韩国的动检处他们就会看。那要提醒大家是，韩国的所有动检处跟台湾一样，就是要事先预约。那唯一一个不用预约的地方就是在仁川机场。那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急需的话，你没办法预约，你就带你的狗去仁川机场航厦2的2楼跟航厦1的2楼应该都有。当你把这些文件都交给他，他看完了之后呢，他就会给你一张韩国的输出证明，你就大功告成了。那就代表说你可以把它带回台湾，而且你可以过韩国的海关，从韩国回来台湾。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顺利快乐带你的狗狗上飞机，然后不管它是托运或者是你是小型犬，它可以跟你一起进机舱，那你就拿着这些东西，它就可以上机。接下来呢是在台湾落地的时候，因为到了台湾落地的时候，请大家切记，你千万不要拿完行李之后就直接出关了，就没有理你的宠物。因为呢，你有带宠物的话，就是你还要去台湾的动植物的检疫所，which在机场里面去把你的狗接回来。那去接你的狗呢，繁琐的手续就来咯。在动植物检疫所呢，它会需要的文件呢，就是第一个，它会要看你韩国的输出证明，which这张，然后呢，跟它会要看你的宠物登记，因为它要确认这个上面的资讯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第3呢，就是我们第1份要拿的这个纸。我跟你说，你任何办的文件，你都一定要印2份，跟不要丢掉，因为随时随地呢，检疫官他们有时候会有不同的 requirement， 他会跟你要。那像这一份是一定要必备的东西。可是当时我要过海关回到台湾的时候，已经在台湾机场要过去的时候，他呢就有 extra 跟我要当初我输出的证明文件、跟血清文件、跟狂犬病疫苗文件。所以这些东西呢，虽然你之前输出已经办过了，但是你都要把它印好带在身上，因为你有可能在台湾落地的时候，每一个检疫官想法不一样，他可能会需要重看一次。
所以呢，就当你呢把这些文件，这6份文件都交给他之后呢，他就会叫你去外面付钱，他就会给你一个吊牌，让你可以去台湾银行付钱。那你去付完100块回来之后，你就可以顺利接你的狗。然后并且切记，你一定要拿回你的这个输入动物检疫证明，因为这个呢就有点像是狗狗出入境的证明跟护照。如果呢你短期之内你还要带你的狗狗出国的话呢，动植物的检疫所他会要求你出示这个，因为就像人一样，他会要知道你出入境的记录，然后你有没有可能有去过疫区。那所以这张纸呢，就是你拿到之后呢就要妥善的保存，因为之后如果你还有带狗要出国的话，他都要看这份文件。那这份文件他是不会寄给你，只会有这样纸本。然后可能我目前也不知道是有可以重新申请的方式。所以呢，以上呢就是出入境的那个证明。如果你要顺利的带狗狗出国，你可以继续把影片看完。那不管是防疫所在什么位置啊，或者是文件要怎么填写啊，在这支影片都有完整的交代。现在是我来到韩国的不知道第几天了，您帮总监做了那个宠物健康证明，所以现在呢，我要带总监去仁川2航厦的2楼的 APQA， 对，我们要带总监去 APQA 了，那我们就出发喽，拜拜。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仁川机场了，现在要带总监去做最后的从韩国的输出检疫。我们现在在登入的出发的3楼，我们现在要去2楼。2楼他们就是 One Stop Public Service， 就是他们综合行政中心，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这里。2楼有点难找，可是其实只有一条路，一直直走之后会找到 Quarantine Office。很好，1、2、3、4，我们要去的是 Animal and Plant Quarantine， 是8。然后8就有一个箭头往内，他现在会给你一张纸，你就要把你的内容填写完。果然一点都不顺利。我那时候就是去那个兽医的时候，我就有把一张纸印给兽医。我觉得语言真的还是一个隔阂，因为那时候我就有把一个文件印给他，然后请他填写。可是他看完之后就一直说不需要填写那个东西，他办过很多，然后叫我们拿他给我们的文件来 Quarantine Office 办就没问题了。结果我们今天来到机场就发现完全不行，因为那张表的下面有一个地方是要兽医签名的，而且甚至上面有很多资讯都是需要兽医写的。对，但是可能会搞错到不对的资讯给他。没错，更多问题。对啊，然后所以我们明天要再重来一次，然后我们明天早上要再带总监回去兽医院，然后换文件。有鉴于呢，因为我在韩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呢，医生他不会写这一张，这一张呢是就等于说你要把狗从国外带回台湾的时候，你必须要填完这张表格，然后这个通常是兽医会帮你填写。去荷兰的时候就很顺利，那医生就又帅又会填文件。可是，在韩国的时候，他就不会填这个文件。其实这个上面的文字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填，然后你只需要兽医帮你签名在 clinical examination 这一块。所以，如果你的兽医不会填的话，你可以很贴心的把它填好。那我就跟大家说怎么手把手的填这个单字。首先呢，你就要准备3件东西。第一件东西就是你的血清证明书。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打疫苗的注射记录，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最后呢，就是这一份任何你去办的那个动植物检疫所，它都会寄一份像这样子的输入证明书给你。那这份证明书呢，也是味全复杂，但是从头到尾呢，你要看的东西只有附件1，就这么一小张纸，只要找到你的附件1，你那整份就可以放旁边。填写文件的时候就需要这3个东西。从第一个地方带大家写，叫做 Country of Origin， 就是你要从什么地方把它带回来。所以如果你是要从荷兰带回来，你就要写 Netherlands； 如果是从韩国要把它带回来的话，你就要写 South Korea。再来第2个地方就是这个 Certificate Number 的地方，就是空下来，因为是官方要帮你盖章。再来呢，就是 Name of the Exporter， 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名字，看谁要把这只宠物从国外带回来，你就写谁的名字。再来最重要的资讯们要来了，叫做 Import Permit Number， 大家有没有看到？你找遍所有东西，它就在这个附件1的上面啊，在这里。再来下面就是 Description of the dog 或者是 cat， 看你这张上面，像它这边 species 就会写狗的学名，然后 sex 这边也有，你可以发现这个表格的这一块啊，完全就是照这个顺序来。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很 tricky 的一个地方，这边会要你写它的生日，在台湾的格式上面的话，它是 year、month 跟 day， 可是这个表格上面它的是反过来，是 day、month 跟 year， 所以你这个地方一定要看清楚，不要写反。再来就是最简单的 microchip number， 就是狗的晶片，下面就是 rabies vaccination， 因为在这个上面它只有写日期，所以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把日期完整的写好。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commercial name of vaccine， 就是你注射了什么疫苗，跟 manufacturer 就是它的制造商。那 which 这个东西是在你帮他打疫苗的这张纸上面，就在这个血清证明书上面啊，它会有完整的，你照这张纸上面把这个批号这边都写好就好。再来重要的部分来了，第2个这个部分不用写，因为如果你没有帮他在打什么特殊的疫苗的话，那你不用写上去，因为呢这张纸呢它就是要对正你这张纸，所以这张纸上有的东西它才要出现在这张进口的纸上。我必须要跟你们说，我去荷兰在去程的时候就有被刁难，因为它这个狂犬病疫苗只有1剂嘛，但因为我帮总监他们是有打到2到3剂，所以那时候我有全填。可是呢后来他就会就是台湾的
就是动植物检疫所就会刁难你，讲说，这个上面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就不能写，那你可能就要重跑文件，不用 get 稿，所以你就把上面第一段这里写完就好。下面这边呢是你 Rabies Neutralizing Antibody Titration Test， 这个呢就是你的血清取的时间跟测验的时间，所以呢你一定要看清楚哦，因为在这张纸上面它会有一个血清收件日期，然后跟一个你血清采血的日期。那在这个上面呢，你是要写采血的日期，不是送件的日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看你的这一张，就是附件上面写的是什么日期，那你这上面就写什么日期。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 result 呢就在这里检测结果，因为我觉得这张只是纯英文，所以有时候很难看懂嘛。可是其实呢，它这个全部的东西都会对症。如果真的是英文非常差的人的话，那你就看纯英文的地方，你就确定你那个字跟它一模一样就 OK。接下来是第二个 part， 不用 get 稿，不用写，即便你有，你也不要写，我们就写第一个部分就好。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 clinical examination 这一块，你一定要请兽医帮你填。所以呢，兽医呢会写上他自己的姓名跟检测的日期。最好的话，你要请你的兽医帮你盖上他自己个人的观音，因为每一个兽医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序号跟自己个人兽医职业的印章。那就是除了签名以外，盖上这个印章，你这张纸就生效了。假如你在荷兰的话，你就去 NVWA；如果你在韩国的话，你就是带他去动植物检疫所，机场都有，你就一定要 make sure 这一块完整的内容跟这个 certificate number 官方都要帮你填上去。因为我在荷兰的时候就有遇到，荷兰他们是没有这个 certificate number， 所以他这块就空下来。那回来的时候是也 OK， 但是反正就是你还是要提醒他一下，因为有时候官方他们自己也不确定自己要填写的内容到底有多少。那这张你完整的填写完，然后内容都没有问题之后呢，在韩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比较特别就是当你把这一张跟医生的健康证明的报告交给官方之后，官方会给你一张奖状，没有一张输出证明，他会给你一个正本一个副本，那你就是把那2份，然后跟这一张全部订在一起带回来台湾过海关的时候就完全没问题了。这样够清楚了吧？大家真是手把手带你们写。对，那就期待大家可以带自己的猫还顺利的出国，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们，因为我已经吃了很多的苦头。那要带狗出门呢，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那文件就是这么多，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哦。拜拜，丹丹，跟大家说拜拜，耶，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开心哦，小韩狗。